今天我们来聊聊台海最近出现的一个让北京不寒而栗的新局面。这个局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谁动台湾，我揍谁。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狠话，而是如今华盛顿和东京似乎共同释放出的明确信号。美国前总统川普再度出山，日本强硬派领袖高市早苗执掌东京政权，他们正在联手划下红线，誓言要共同护卫台湾海峡的和平。这正是北京多年来最害怕看到的情形，现在却正逐渐变为现实。为什么说这是北京最害怕的局面？美国和日本领导人到底做了什么表态，让中国如此紧张？这背后又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的外交博弈？今天我们就从头来好好梳理这场巨变的前因后果，深入探讨这场围绕台湾的国际角力。让我们从2025年末的一个惊人事件说起。2025年11月7日，东京永田町的日本国会众议院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场质询中，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及首相的高市早苗突然抛出一句震撼性的表态：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动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的批存亡危机事态许。简单说来，就是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意思是台湾一旦出事，就等同于日本生死攸关，日本可能不得不出兵干预。这番话在国会一出，现场鸦雀无声，随即舆论哗然。要知道，战后的日本历届政府从未如此明确地将台湾安全与日本自身安全直接挂钩，更别提公开暗示日本自卫队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冲突了。高市早苗这句"谁动台湾，我揍谁"式的警告引发了连锁反应，北京当局立刻跳脚，中国外交部迅速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怒斥高市的言论是涉台错误言论，要求日方立即收回。不仅如此，中国政府还开始对日本采取一系列惩罚措施，包括发布出行警告，劝告中国公民近期不要赴日旅游，扬言要让日本的观光业受冲击，甚至有消息传出北京考虑限制对日本的关键原材料出口，以施加经济压力。短短几天内，中日关系骤然降至冰点。更令人啧舌的是，一名中国驻大阪的外交官薛健还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句骇人听闻的狠话：斩断肮脏头颅。虽然他没指名道姓，但很多人都解读这是在暗示要对高市早苗这位日本首相来一次斩首行动。一国外交官公然发出疑似人身威胁，这种极端反应在外交史上实属罕见。虽然这条贴文很快被删除，但杀气腾腾的字眼已在日本社会引发震动。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和言辞把东京也震惊了。高市早苗本人当然拒绝撤回言论，日本政府明确表示不会道歉或收回。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和外相等高官接连出面，对中国外交官的不当发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中方自我克制。然而北京不仅没有缓和，反而继续加码。中国官媒火力全开，密集发表评论痛批高市早苗以台制华，玩火自焚。中国还在日本周边加大了军事动作。11月下旬，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突然在西太平洋活跃起来，日本自卫队紧急出动舰机跟踪监视。12月初，中国空军还联合俄罗斯进行大规模远程战略巡航，多架中俄轰炸机和战斗机绕飞日本周边空域，日本战机也紧急升空应对。一时间，东亚上空剑拔弩张。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一些极端声音甚至扬言对日本不惜动用核武。早在2021年，一段疑似官方背景的宣传影片中就叫嚣，如果日本敢干涉我国统一战争，核打击将先降临日本。这种疯狂言论曾在网上疯传，虽然中共官方未直接承认这种说法，但也从未明确驳斥。可见在台海问题上，北京对日本介入的忌惮与恨意之深，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日本民众看到这类威胁视频，无不心头一凛，更加认识到中共政权的危险本质。面对核武恫吓，日本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更坚定地抱紧美国，以确保安全。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的强硬表态在日本国内也引发讨论。反对党的一些人士认为他此举过于冒进，可能把日本卷入危险。例如前首相野田佳彦就提醒，台湾有事的发言影响重大，必须格外谨慎。另一位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以对华友好著称，甚至公开希望高市能纠正错误言论。
也有学者担心，高市早苗如此明确表态，可能使日本被动卷入中美角力，在战略上承担更大风险。然而，中国方面咄咄逼人的过激反应，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日本朝野。日本民众对大阪外交官叫嚣斩首自家首相感到震怒，就连一向立场温和的在野党议员也看不下去。立宪民主党参议员连访，他本身具有台湾背景，甚至直接用中文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中国外交官威胁日本首相表示强烈抗议。中国过火的姿态让许多原本观望的日本人认识到，北京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最终会直接威胁日本自身安全。某种程度上，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因祸得福，获得了更多日本民意的理解。北京的强硬反应反而激发了日本社会长久以来潜伏的危机感。其实早在2022年，中国就给日本上过一课。当年8月，美国众议长裴洛西访问台北，引发北京大为恼火，随即在台湾周边大规模军演泄愤。解放军试射的弹道飞弹有数枚直接越过台湾上空，甚至落入日本冲绳县附近的专属经济区海域，这是史无前例的挑衅举动。日本朝野震惊之余也彻底警醒，台海一旦有变，日本自身难逃池鱼之殃。安倍晋三当时立刻发声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成为他生前留给国人的重要遗言。而中国导弹落入日本水域的事实胜过千言万语，让更多日本人理解到台湾安危与日本安全休戚相关。可以说，正是这次事件之后，日本国内舆论越发支持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防范中国。舆论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在近年大幅攀升，多数人支持政府提升军备，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协防合作。一份2023年底的民调甚至指出，若中国入侵台湾，超过80%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不能坐视不管，应以某种形式协助美国保卫台湾。这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转变，那时日本社会对卷入战争心有余悸，对台湾问题多半保持距离。但现在，守卫台湾就是守卫日本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社会安全意识大幅提升，民众开始认真看待一旦邻国被入侵，日本自身难以独善其身的可能。安倍晋三在世时多次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尽管当时他已卸任，但这番话在日本政坛引起了极大共鸣。安倍遇刺身亡后，他留下的战略理念没有消失，反而在自民党内部继续发酵。岸田文雄内阁在2022年底通过了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对日本构成前所未有的战略挑战，决定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引进远程导弹等反击能力。这些举措为日本日后更积极的防卫姿态奠定了基础。2025年下半年，高市早苗接替岸田出任日本首相，这被广泛解读为日本对华政策全面转强的信号。作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她以强硬形象示人，对内承诺强化日本防卫力，对外强调与美国同盟，捍卫亚太自由秩序的决心。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才会在国会上直言不讳地谈论台海战争和日本武力介入的可能性。可以说，高市上台使东京在台海问题上从以前相对含蓄的关注者，转变为几乎准备与美国并肩作战的积极角色。从北京的角度看，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其对台动武的风险和成本。日本政府也顺应民意进行大刀阔斧的国防改革。2022年底通过的新安保3文件明确宣示，未来5年内将防卫费提高到相当于 GDP 的 2%。这意味着日本将成为继美国和中国之后全球军费开支第3高的国家。东京计划引进并自主研发大量新式武器，包括从美国购买500枚战斧巡航导弹，自行研制射程上千公里的高速滑空弹和远程反舰导弹，在南西诸岛、琉球群岛部署反舰飞弹部队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开始在离台湾很近的西南诸岛加强军事存在，石垣岛与那国岛等地正新建军营和飞弹阵地。一旦台海有事，这些岛屿上的日本火力可以直接威胁中国舰队的侧翼。日本还组建了统合司令部，加强自卫队陆海空3军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并推动与美军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深度融合。
2023年以来，美日几乎每个月都在进行联合军演，科目涵盖离岛防卫、飞弹拦截、后勤补给等各个方面，目的就是为了万一台海爆发战事时，双方能够密切协同作战。现在再把目光转向太平洋彼岸的另一个主角唐纳·川普，这位美国前总统在2024年底的选举中卷土重来，成功重返白宫。上任之初，北京方面其实颇为忐忑，因为川普虽然以对华强硬著称，但也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事实上，川普的对中政策带有浓厚的交易色彩和个人风格。一方面，他在第一任期内开启了对华贸易战，大力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强化美台关系。例如2016年当选后不久，随后他的政府推动了台湾旅行法、台北法案等友台法案，对台军售一件接一件，还派内阁高官访问台北，几乎每一步都在突破从前美中建交以来对台交往的禁区。2020年，他的国务卿蓬佩奥甚至公开解除美台官员交往的自我限制，为美台官方互动松绑。可以说，川普上一次执政已经极大提升了台美接触的层级，但另一方面，川普又常常流露出务实的一面。他多次表示愿与习近平做交易，也抱怨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吃亏。他强调所谓美国优先，要求盟友和台湾都增加军费投入，以减轻美国负担。重返白宫后，川普依旧我行我素，一上任他就着手与北京达成某种经贸休战协议，暂时缓和贸易战，换取中国大规模采购美国农产品，并部分解除对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并没有在战略上对北京让步，恰恰相反，华盛顿迅速推出了一系列强化台湾地位的举措。最引人注目的是2025年12月，川普签署生效了《台湾保证实施法》。这项法律要求美国国务院定期审视对台交往准则，解除不必要的自我设限，大幅提升美台官方往来层级。换言之，美方正式表明要打破美台之间过去因顾及北京而划下的种种红线，这在美中建交后可是头一遭。消息传出后，北京当局气急败坏，指责华盛顿开历史倒车，但也只能干瞪眼，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法，象征美台关系正朝着更紧密的方向制度化发展。更值得北京警惕的是川普政府释放出的最新战略信号。2025年12月初，白宫公布了川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NS。 这份文件虽然措辞谨慎，但字里行间传递出的讯息相当明确，下阻台海冲突被列为美国当前的当务之急。报告强调了台湾的战略价值，认定台湾不但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关键节点，更是地缘战略上第一岛链的枢纽，一旦失守，将使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线洞开。因此，美国绝不能坐视台湾落入北京之手。为了达成下阻目的， NSS 提出要保持对解放军的压倒性军事优势，打造一支足以在第一岛链内拒止中国冒险的力量。同时，美国呼吁其盟友和伙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甚至台湾，都要一同提升军备，分担防务责任。华府还要求盟国允许美军更便利地使用他们的港口和基地，这实际上是在勾勒一张印太集体防御网络的雏形。换句话说，美国不再满足于单打独斗，而是要整合地区盟友力量，联手筑起防卫台湾的铜墙铁壁。相比以往语焉不详的对台承诺，这无疑是大大往前跨了一步。更微妙的是，这份新战略报告在措辞上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调整。过去美国官方文件常会重申不支持台湾独立以及恪守一中政策等表述，但川普版 NSS 干脆删除了对台湾独立的不支持表态，也没有提及美国的一中政策，只笼统表明不支持任何片面改变现状。这种措辞上的变化引发各界议论，许多分析认为华府此举是刻意留下一点模糊空间，一方面不直接刺激北京，另一方面也不再像以往那样替北京明确画下台湾不能独立的红线。美国将是否独立的选择权更多留给了台湾人民自己，至少在文字上不再替北京背书。对北京而言，这无疑是强烈的警讯。长期以来，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让美国在台湾不独立上表态。如今华府连这句话都懒得提，可见美国对台支持进一步增强。
已不愿再迎合北京的政治要求。从北京眼中看，这或许代表着美国在伪将来更直接介入台湾问题预做准备。综上所述，2025年底前后，随着高市早苗在东京和川普在华盛顿双双掌权，一系列动作正迅速改变台海博弈的格局。日本公开表态可能出兵相援，美国则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化承诺，拉帮结派。台北当局自然对此欢欣鼓舞，视之为强力后盾终于成型，而北京则如鲠在喉，如临大敌。长久以来，北京一直希望美日保持战略模糊，各自有所顾忌，不要为台湾出头。但现在，美日两大强权似乎正朝着战略清晰靠拢，甚至形成某种准同盟姿态，一起站到台湾身边。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台湾的政权变化也令北京大感挫败。原本北京寄望主张缓和两岸关系的在野党能够胜选上台，没想到台湾选民最终将选票投给了强调自主防卫的执政党候选人赖清德。作为蔡英文的副手和接班人，赖清德过去曾直言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尽管竞选期间语调较为低调，但他对维护台湾主权的立场毫不含糊。赖总统上任后，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并深化与美日的合作，台湾在他领导下加强了自我防卫的决心，并获得美日的鼎力相助。台美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高层互访和军事交流，台湾官员更频繁赴华盛顿与美方会晤，美国国会议员和各州州长也接踵访台，双方仿佛不再拘泥于过去的种种限制。赖政府同时积极强化与日本的联系，派出高阶代表赴日交流防务意见。对赖清德而言，台湾的安全绝对离不开美日协助，而对美日而言，看到台湾领导人坚定抗中也倍感放心。三方可以说形成了目标一致的合作趋势。对北京而言，台北政权的这一走向无异于当头一棒，意味着以武逼统的策略更不可能迫使台湾就范，反而只会把台湾推得更向西方民主同盟靠拢。对北京而言，美日联手护台无疑是一场噩梦。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北京将同时面对华盛顿和东京两个强大对手的军事介入。美国的海空军实力全球首屈一指，而日本经过这些年的军力提升，拥有先进的潜艇、驱逐舰和战斗机部队，再加上地理位置比美军更贴近台湾，反应更迅速。一个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一个是亚洲顶尖军事强权，两者联手形成的威慑力量可想而知。解放军若胆敢对台动武，势必要陷入1打2的困境。头顶上有美军航空母舰的舰载战机呼啸而至，侧翼有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导弹齐发。台湾本身也在顽强抵抗，北京过去或许幻想过以闪电战逼降台湾，然后阻止美日介入，如今这个幻想愈发难以成立。日本公开表明决心后，中国即便试图速战速决，也难免要先打击驻日美军基地，等同于直接对日本宣战。而日本早已表态，你打台湾就是打我，完全没有中立的空间。这样一来，台海战事将立即演变为中美日三方的大规模战争，没有任何一方能轻易全身而退。对中国来说，这将是关乎国运的豪赌，一旦失败，将彻底断送其大国梦。难怪有中国军事专家坦言，美日同盟的介入意志越明确，对北京形成的合击下阻就越强，足以让任何侵台计划三思而后行。除了军事上的制衡，美日共护台湾也让北京在政治和心理上陷入被动。长久以来，中共靠制造台湾孤立无援的印象来打击台湾士气，宣称统一大势不可挡。但现在有了美日撑腰，台湾民众反而更加团结，对抗威胁的信心倍增。台湾近期延长男性义务兵役至1年，加紧采购美日先进武器，并加强后备部队训练，整体防卫姿态比过去更加强硬。毕竟身后有强大的盟友，腰杆就更有底气。北京非常清楚，台湾越不害怕，和平统一的可能就越渺茫。北京对台策略过去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想拉拢利诱，另一方面又军机绕台，飞弹威吓。然而在当前这种局势下，台湾更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的招安。北京越是强硬，台湾只会越倒向美日，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北京会怎么办？他最怕的局面已成现实，是就此放弃武力犯台的念头，还是加倍军备竞赛寻找翻盘机会？
从北京内部看，习近平当局如今处境颇为两难。一方面，中共在宣传上依然高调强硬。习近平在2022年中共20大报告中重申，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警告，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都将遭到中方粉碎。他不断给解放军加压，要求做好随时打大仗、打硬仗的准备。另一方面，北京也不得不冷静权衡，真打起来胜算几何？美日明确联手后，中国国内理性的声音指出，急于动武可能招致毁灭性后果。于是我们看到，北京一边继续高强度军事恫吓，一边又试图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为自己降温。2025年底，习近平与川普在韩国釜山举行峰会，双方达成恢复贸易对话的共识。中国承诺在经历多轮关税摩擦后重新大量采购美国大豆等农产品，并解除对部分稀土金属和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这些矿产对美国发展国内晶片制造业至关重要。北京希望用利益交换来稳住中美关系大局，避免真的在台湾问题上兵戎相见。然而台湾问题对北京是核心利益，对美日则是民主防线，双方在此几乎没有妥协空间。即便经济上稍有让步，战略上依然剑拔弩张。未来台海局势很可能继续在高压中拉锯，北京或许会倾向采取灰色地带手段来蚕食台湾，例如持续对台经济施压，加强网络攻击和统战渗透，同时避免直接踩到美日军事介入的红线。美日则将更加警惕，防止北京切香肠式的渐进冒险。一旦中国有任何出格举动，华府和东京很可能立刻以更密集的军演或更严厉的制裁做出警告。双方都在试探彼此底线，任何一步误判都可能引爆全面冲突。这犹如一场高空走钢丝的博弈，各方都不敢有丝毫闪失。所幸下组的力量目前仍在发挥作用，正因为美日清楚表明了谁动台湾我揍谁的决心，中国才不敢轻易铤而走险。而也正因为中国尚未放弃对台野心，美日同盟才更加紧密。这种微妙的平衡或许正是当前维持和平的关键。我们只能希望各方最终能保持克制，以智慧化解危机，让台湾海峡的明天不再笼罩在战云之下，而迎来和平的转机。